张志强在5道菜里负责的是1道汤，他决定用传统汤料来煲一锅豪华的老火靓湯。加埋有成15、16種嘅。嗱，好似魚肚啊，所以有啲咧就唔係咁襟煲嘅，咁我哋會分開個火候嚟煲。翻滚中的老火湯將在4個小時後供應給現場嘉賓。温度是粤菜比较讲究的，如何让全场600位宾客品尝的时候入口刚好，这是一个需要配合的大工程。阿希，你除咗攞嚟之後，睇下幫我手下個有冇係咪齊晒？我哋一陣就滾翻去。一滾翻肯定夠熱度啊！基本上出到都仲係辣嘴啊，可以。多都唔多好多啊！The first cuisine is called steamed chicken with black shrimp. 终于轮到张志强的一品天香汤登场了。This dish is made with various French. 唔等於你話做慣咗你要放鬆，你每一次都係當係第一次咁做，個人咁樣繃緊咗咧，咁你啲嘢先會相對會去穩定同埋唔容易出漏咯。做了24年的行政总厨，比起这些大型的宴会，张志强更重视自己工作中的日常。说起入行，1984年，广州刚刚开始有了第1家涉外酒店。此时，18歲的張志強正在2個單位之間抉擇。嗰個時候好多人比較貧窮啊，揾多啲錢啊，同埋食得好啲，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首選嚟嘅。如果一比較之下，咁當時海關嗰度係得幾十蚊，咁花園嗰時當時都成零頭都多過佢咯，100幾蚊。剛踏入廚師行業的張志強對烹飪學習很是痴迷。啱學咧，樣樣都好好奇啊，有啲嘢真係唔識。當時係個總廚嗰個香港師傅，啱入到嚟，因為佢好嚴格啊對我哋，咁佢覺得係邊個喺度偷食咧？邊個咁大膽嘅咧？如果佢認為我咧，就當時一定係炒咗我噶啦。咁我都好多謝我廚房個師傅，佢就自己承擔咗落嚟咯。咁如果當時冇人理我係我，咁我就俾人炒咗啦。彼時的廣州，5星級酒店的總廚大多來自香港。咁啊，所以當時我哋都係要跟住佢哋做嘢啦。在香港師傅營造的氛圍裡，粵菜根基不變，但口味發生了變化。香港嘅師傅帶嚟嘅咧，夾雜咗一啲西式嘅、日式嘅好多原材料啦、調味料啦，同埋一啲唔同嘅口味，相比當時嘅所謂傳統嘅粵菜，佢係會多好多新鮮嘅嘢咯。在眾多名師的指點下，很快好學的張志強開始在廚房獨當一面。1989年，23歲的他到一家外資餐廳做行政總廚，主打新派粵菜。90年代進入有58年歷史的東方賓館，這一做就是25年。喺紐約最出名嗰間中餐廳，咁後尾翻到嚟，咁我自己先調咗個味，然後按照自己嘅思路再搭咗啲香料添，我感覺啊更加豐滿啦，亦都適合呢度啲人食。不論是自己創新的炒龍蝦，還是傳承40多年的名菜士師雞，他都會鑽研出自己的一套烹飪方法。無雞不成宴，廣東民間各類雞場暗藏絕招。張志強工作之餘最大的愛好就是去探訪食材本源。聽說台山有種雞會上樹，張志強準備一探究竟。一層層佢自己飛高啲，再飛高啲，一路越高越師傅。喂，你睇住，你睇啲炸彈啦，睇啲炸彈啦。冇。
佢呢啲咧，嗰啲爪咧，真係掌咁抓住個樹丫，咁佢跌唔到落嚟嘅，佢瞓成晚都得噶啦。生蛋咪跌落嚟跌爛？唔會，佢基本上嗰啲雞咧，我俾啲蒸魚入邊食咗，佢切咗。所謂的傳統，無非是總有些人對這個味道念念不忘。一個好的主廚，總能發現每一代人到底為什麼才念念不忘。首先，你做一個廚師，你會去到一笪地方，點解好唔好食咧？係師傅啊，定係原料啊，定係佢本身個地域出到嚟嘅嘢係咁樣樣啊？有好奇心，你就要好學啦。咁你學下點解會咁樣？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？同埋佢本身呢個做得好食，你諗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？它有没有毒？有的那个粘液是有毒的。沒有。是装饰蛋糕的，所以一定要嚴格。身着古裝行走在街市的浩儀，從來沒有覺得不自在。就像他自創的養生蛋糕，別人眼中的異類，只要自己認可，那就是正常。作為自學成才的糕點師，做蛋糕的初始原因，只是為了自家妹妹。就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小餐廳去收錢，基本上每天的工作時間結束就是晚上11點、12點。吃東西基本上一日三餐沒有個正點。浩儀是陝西渭南人，和妹妹的感情從小就很深。但我爸那時突然間就不在了，家裡實在是困難哈，我就遠遠的看到一個小小的小孩，嗖跑過來。那個杏子給我的時候，我拿起來一看哈，都是口水牙印，肯定是好多次想吃，但是沒捨得吃。他把這杏子留給我。妹妹愛吃蛋糕，但奶油色素能否用天然的食材替代？學醫出身的浩儀一頭扎進這個想法，但發現無處可學。老師就覺得不可能啊，你沒有麵粉，沒有糖，你還不用奶油，那你怎麼可能做蛋糕呢？所以我乾脆就沒有再找老師了，自己去研究食材的特性。比如說，你像葛根，它是容易粘在一起的，但是呢，杏仁粉呢，它是容易發的，烤出來的東西不成形，那麼就利用它們之間性狀的互補性。浩儀發現，研究下來，好不容易材料配比正確，但口感又喪失了。半年的時間，上千次的試驗，面對的依然是失敗。你做成左一點、右一點都可以，但是你要做到好呢，它是真的有一個黃金比例吧。終於有一天，一時異想天開的一道方子，反而做出了模樣和味道。醒了之後說，哎，我這個想法看看行不行？2點鐘去搞的，搞到3點半，整體的粉的東西只差了5克，你就剛好你不小心找到那個比例，成了。浩儀為配方申請了國家專利，並在廣州正式開始了糕點主廚的生涯。很快，愛美的浩儀不滿足養生但素顏的蛋糕。4年前，他開始為蛋糕設計景觀。哎，大家都來一下。好，來吧，大家看一下。客戶呢希望我們做一個長的山水蛋糕。我突然想到呢，可以做一個山水的長卷。好看，但是難做吧？應該。我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要求，就是要出現廣東特色。所以我覺得陳皮肯定了。我們到時候把陳皮和黑芝麻做成2合1的。老大，你加油。妹妹心疼姐姐，需要挨夜早起的活，能自己上的就會讓姐姐休息。凌晨5點，她就和姑娘們一起忙開了。5個小時之後，1米3長的蛋糕坯終於完工了。為了味道的層次，不用麵粉的蛋糕工法更費時複雜。偏愛新會陳皮的浩儀，總能把這款廣味材料恰如其分地用上。這個下面呢是陳皮和黑芝麻，上面這個是陳皮蛋糕，兩個是一體烤成的。
拿几个过来给你？你拿2个来。这场全新的现场制作，在食材安放上桌的那一刻，考验才刚刚开始。浩怡能把简单的、近乎涂鸦的图纸变成山水景观蛋糕吗？少少的。先挖河，再布山，凭借想象稳步推进。你想好了哪一些可能可以，但实际上你去发现那个树或者那个花，比如说比例不对啊，颜色不对啊，其实是最大的压力。微观造型全凭手上控制，容不得半点失误。天然食材容易氧化，一旦出错，连推倒重来的机会都没有。姐，我先把这一段的可可粉先筛上啊。拿小筛筛，那么大的筛的到处都是。那就拿这个吧。可可粉装饰大地，抹茶粉浮绿高山，一场别样的绿化工程正在展开。植树造林，福泽万代，咱们这都。哟，感觉好像租来的，急着还一样。几千次的躬身之后，高山植被在指尖下逐渐长出了模样。哦，终于完工了。方寸之间，山水流转，牛油果混合铁棍山药的路面，黑芝麻陈皮的山体，椰蓉酥的山丘，释迦酱的碧蓝湖底，蓝蝶豆花的清澈湖水，很难想象，它的制作者没有任何美术和厨艺功底。都舍不得吃了。我再给你切一块小。我觉得这个蛋糕疯了。这个蛋糕呢，因为它没有面粉，没有白糖，没有奶油、黄油、色素，随便吃。因为崇尚传统养生哲学，他终年着古装长衫，他的糕点也长成了他喜欢的东方的样子。浩怡透过味道见到自己。